我爸是夜班公交车司机，每晚11点发车。他有个奇怪的规定，孕妇不许上车。这天他生病，我帮他代班。车子开到一半，爸爸打来电话：快，车上混进孕妇，快把她赶下车。我心中不忍，却也只能照规矩办事。可车上的女人全都不承认自己怀孕。我黑下脸，再不承认，别怪我搜身。乘客们十分气愤，甚至还有人掏出手机要报警。这时我接到爸爸电话：快跑，他们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们凭啥不让孕妇上车？一个染着黄毛的年轻小伙指着公交车，气得直跳脚。搞歧视就算了，还公然把标语挂在车身上，无耻！连我这种小混混都看不下去。我扭头看了眼公交车，锈迹斑斑的白色车身上拉着条4米长的红色横幅：孕妇不许上车。横幅上这几个黑色的字分外醒目，大老远就能看见，确实有点嚣张。可是这条线路我爸开了30年，一直都是这个规矩。吃晚饭时，我爸舍不得昨天剩下的凉菜，结果吃完就狂拉肚子。妈妈陪着他去医院挂急诊，医生说是急性食物中毒，得挂3天盐水。爸爸当时脸色就变了，不行，我得去上班，车子不能停，必须得开。不管我和妈妈怎么劝他，他嘴里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：车子不能停的，停了会出大事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帮他代班。爸爸脸色惨白，因为缺水，嘴唇有些脱皮，还不忘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：一定要遵守规矩，不能让孕妇上车，绝对不能让孕妇上车。还有，不能在半路停车，更不能在半路拉客，听见没？我不耐烦地点头敷衍：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爸爸不放心，忍着肚子痛让我举手发誓：你发誓一定会照我说的做，不然你这辈子都发不了财。真是好歹毒的誓言。我不由得有些奇怪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规定？再问下去他就不肯说了，眼睛一闭，往后倒在椅子上，肚子好痛好累，不想说话。每次都是这样，问他原因从来不告诉我。想到这些糟心事，我也没了好脾气，朝黄毛狠狠一瞪眼：爱上上，不上滚！黄毛一怔，随即勃然大怒：你什么态度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？我翻个白眼，无所谓的耸耸肩：你投诉吧，我们镇四面环山，只有一条出山的路。镇里经济落后，没有通高速和火车，要想进城，只能坐慢悠悠的公交车。我爸就是专门负责开夜班的，而且只开晚上23点这班，23点准时出发，凌晨3点到达市郊的客运中心。这些年，记不清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奇怪的规定投诉过，却都不了了之。好烦，吵什么吵？你不上车，别拦着其他人上。正在我和黄毛僵持时，一个烫着大波浪、衣着时髦的女人动手拉开黄毛：老公，小曼，动作快点，小心我的行李箱，那可是香奈儿，别磕着了。他们一行有3个人，女人老公人高马大，穿着黑色短袖，手臂上的肌肉高高隆起，一看就经常健身。黄毛瞬间歇菜，灰头土脸地走到一旁。接下来就没再出什么幺蛾子，众人排着队伍陆陆续续上车。黄毛犹豫了一番，最后也板着脸跟上。我是不会妥协的，明天肯定要去镇里投诉你。我没理他，熬夜替班本来心情就不好，实在是不想和他吵架。全都系上安全带。最后说一遍，孕妇不许上车。要是被我发现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扯着嗓门一通喊，心里却有些发虚。那小黄毛说的没错，搞歧视还这么理直气壮，有点欺负人。好在大晚上坐车，众人都是又累又困，一个个上车以后就闭上眼睛老实睡觉，没人再反对这个不合理的规定。
我踩下油门，载着满满一车人朝前缓缓驶去。车灯劈开浓得化不开的夜色，惨白的光柱里浮动着无数的飞虫。路两旁的树林不停刮擦着车玻璃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响。我越开越觉得心慌，打开手机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晚上23点45分，心头悚然一惊。我在这片林子里开了整整45分钟，这班车我也偶尔跟着坐过几次，记得特别清楚。23点准时发车，开20分钟就会穿过林子进入一个隧道。可现在为什么还没进隧道？车速一直保持着60码，基本没变过，和我爸吩咐的一样。我心里发慌，赶紧给我爸打电话。听到我还没穿过树林，爸爸急了，几乎是对着手机嘶吼：车上有孕妇，快把她赶下车！我有些为难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山里可能有野兽呢，赶人家下车，万一出事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爸厉声打断：闭嘴！不赶孕妇下车，全车人都得死！快啊！电话那头传来我妈的惊呼声，似乎是我爸要拔掉吊瓶，亲自跑来找我。我爸是个性格非常严肃古板的人，从来不轻易开玩笑。他说车上的人会死，那就有可能真的会死。我再也坐不住，用力踩住刹车，轮胎磨过石子路面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车上好多人被惊醒，黄毛骂骂咧咧地睁开眼。靠，会不会开车啊？我顾不得其他，打开车顶的灯，直接站起身，对着众人大喊：车上的孕妇呢？快给我出来！到底谁怀孕了不承认？别怪我不客气。现在赶紧给我下车，不然等我查出来，你就麻烦大了。这下睡得再深的乘客也被吵醒。之前那个大波浪女人似乎有不小的起床气，腾一下解开安全带站起身。你他妈脑子有病啊！孕妇怎么得罪你了？你不是孕妇生的吗？有妈生没妈教的小瘪三，你跟谁耍横呢？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谁？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纷纷替他叫好，黄毛还主动鼓掌。说得好，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，一个破司机还搞得这么拽。时间紧急，我实在是没心情和他们吵架，只是又重复了一遍：快，谁是孕妇？自己主动下车。没有一个人理我。大波浪冷冰冰地看着我，眉眼阴翳。我要赶明天早上6点钟的飞机，要是我不能准时上这班飞机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还有比死一车人更严重的后果吗？我彻底失去耐心，从座位旁边抄起一根棒球棍握在手中。我说最后一遍，孕妇给我下车。她什么时候下车？这车子什么时候动？明白了吗？车上的人这才紧张起来，议论纷纷。我要去赶火车的，可不能迟到。对啊，我也要去市里赶早上的飞机。我去谈业务的，还想在见客户前开个房间睡一觉呢。这车上的乘客多数都是去市里坐飞机和高铁的，不然谁没事大晚上坐这班慢车？大波浪显然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见我握着棒球棍，满脸凶相，他拍拍屁股坐下身，不再和我对峙。要找孕妇就赶紧找，别耽误我时间。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男人们除了有些不耐烦外，倒是没人在生事。女人们则是左右观望，试图找出孕妇。这车子十分老旧，头顶的车灯只能勉强照出个人影，众人都坐在位置上，根本没法分辨谁有没有怀孕。儿子，不要再耽误了，赶紧找到孕妇，越快越好，一定要快。老爸接连不断的信息宛若催命符一般，看得我额角青筋直跳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深吸一口气，用棒球棍敲打2下车上的扶手杆。现在开始搜身，所有女人全都给我站到过道上。这下乘客们都忍不住了。大波浪第一个跳起来反对：干什么？耍流氓啊？信不信我报警？黄毛朝我竖起大拇指：牛逼啊，哥们，
连这办法都想得出来，真是个人才。没有女人愿意配合我，全都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。我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直接一把拽起坐在第一排的年轻女孩。这女孩是跟着那个大波浪一起来的，穿着件十分宽大的白色短袖。她刚站稳身体，就一耳光抽在我脸上。臭流氓！大波浪的老公立刻站起身，将她护在身后。你小子找死啊！我拉他，原本是想让他帮我去检查到底哪个女人怀孕，毕竟男女有别，我不可能真动手去摸陌生女人的肚子。可他这一巴掌打得极重，小姑娘看着个子瘦瘦小小，力气却很大，口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，嘴唇被他打破皮了。我长那么大，还没被人这样当众打过脸。升腾而起的怒火几乎要烧光我的理智，我不管不顾地揪起身前这个男人的领口。男人看着高壮，真要动手了却有些发虚。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腕，色厉内荏地喊道：小曼，快报警，让警察把这流氓抓走。大波浪十分紧张，拿起手机拨110。奇怪的是，电话那头一直都是忙音。大波浪不死心，继续拨电话。嘟嘟嘟，机械的电子音奇异地抚平了我的怒气。我突然觉得身上有些冷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车厢里温度低了许多。这辆车明年就该报废了，这么老的车，空调效果自然很差。可现在这温度，好像进了最贵的商场，财大气粗，空调不要钱一样开那种。我手臂上甚至竖起一排汗毛，车里的人影越发模糊，好似外头的夜色钻进车窗，让整间车厢都跟着暗了许多。卧槽！谁他妈把车窗打开了？赶紧给我关上！我松开健身男，快速游走在车厢内，检查两侧的窗户。果然有2个人嫌车里闷，把车窗给打开了。我用力关上车窗，冷着脸高声骂道：这车子不许开窗，上车时不是都告诉你们了吗？大波浪女人彻底失去耐心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一下不许孕妇上车，一下不许开窗，你信不信我？咚！有什么东西狠狠撞在车子上，车身猛然晃动2下，才逐渐恢复平静。全车人的脸色在瞬间变得惨白，众人紧紧抓着座椅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大波浪女人吓坏了，哆嗦着手继续打电话。电话那头依旧是忙音，她挂掉电话，压低声音骂她老公：你是死人啊，还不马上报警？这么大的动静，搞不好是头熊。坐在第一排的黄毛是个胆小的，都快吓哭了。不是哥们，都啥时候了，你就不能开车先走吗？我看你这车破破烂烂的，万一真是什么猛兽，咱可遭不住啊！咚咚咚，车子继续摇晃，这次动静更大，差点把我甩到地上。其他人立刻手忙脚乱地系安全带。这次就连脾气最火爆的大波浪女人都忍不住了，主动向我服软。小同志，你就不能先开车吗？这动静可太吓人了。这种时候，就算找到孕妇，难道就能狠心把人家扔下车？如果车下真有野兽，那可是一尸两命。我紧紧握住手机，陷入天人交战。直觉告诉我应该听爸爸的话，可是眼下这情况又实在是难办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车上众人纷纷拿起手机报警。嘟嘟嘟，入耳一片忙音，所有人的电话都打不出去。我也不由自主地拿起手机，发现收件箱里躺着一条信息。信息是我爸在10分钟前发出的：他们来了，快跑！电光火石间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不让孕妇上车。或许这些东西就是来找孕妇的，找不到孕妇，他们不会离开。咚！这次被撞的是车头位置，有道黑色的影子从前方一闪而过，快到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。怪物！黄毛指着玻璃上扭曲的掌印，
手抖得像帕金森病人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掌印，手掌和正常人差不多大小，但是只有3根手指，每一根手指都有将近半米长。你还在等什么？快跑啊！这手掌印彻底击垮黄毛的心理防线，他竟从位置上站起身，3两步跑到驾驶座，一把将我拉起。健身男和黄毛素未相识，此刻却展现出惊人的默契。他猛然朝前一扑，反剪住我双手，将我按在地上。快开车！黄毛右手挂挡，脚踩油门，恨不得把公交车当赛车开。只是他已经将油门踩到底，车子也发出启动声，车身却一动不动。他不敢置信地踩了一次又一次。健身男松开我，表情好似见了鬼一般。我的脸色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别踩了！车子飞起来了。贴在车窗上朝下看，可以发现车子此时离地面有1米左右的距离。4个大轮胎徒劳地转动着，发出不甘的轰鸣声。黄毛咽下口水，表情呆滞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车身有7吨重，算上20个乘客，怎么都有8吨多。野兽力气再大，也不可能把车子拎起来吧？他们是来找孕妇的，不把孕妇赶下车，谁都走不了。我坐起身，双眼无神地看着汽车前车窗，白惨惨的光柱射出没多远，就被漆黑的夜色吞没。我突然有一种错觉，似乎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这一车活人。大波浪女人也有些崩溃，尖叫一声扑到她老公怀里。啊！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他们到底是什么？全车人都探出脑袋看向我。操！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。我爸对自己的工作闭口不谈，从来都不多说一句，就连发个信息都是他们来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绝望啊。咚！车顶传来一声闷响，结实的铁皮凹下一个大坑。这一声咚好像开启了乐谱的奏章，四面八方不停传来咚咚声。头顶、车身、车底，车上的人全都被吓傻了，连叫都忘了叫，一个个捂着耳朵，像鹌鹑一样缩在椅子上。胆小的人比如黄毛已经开始默默哭泣，却不敢哭出声。恐怖的氛围弥漫着车厢每一个角落。咔嚓，有什么东西撞上前车窗，车窗立刻像蜘蛛网一样裂开。所有人都意识到这车子护不了我们太久。我一直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好人，可此刻我实在是没办法再说出那句话。找出孕妇，赶得下车。一车人的命和一个孕妇的命孰轻孰重？为一车人杀一个人，是作恶还是行善？我脑子可能坏掉了。这种要命的时候，竟然在这思考哲学问题。快把孕妇找出来，赶得下车，我们才能活命。大波浪女人率先打破沉默。她把话喊出口的一瞬间，我情不自禁松口气，随即又觉得自己真是恶心。我想活命，却不想背负杀人的愧疚感。我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伪君子。在强烈的恐惧和求生意志下，什么良心道德都被人抛到脑后。不管男人女人，此时都开始自发寻找孕妇。最先被锁定的是一个胖胖的年轻女人，她大概30几岁，皮肤黝黑，身材粗壮，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。看到车里的人逐渐向自己围拢，女人吓得拼命摆手。我没有怀孕，我这是胖的，吃胖的，真不是怀孕啊。咚！车身持续不停地被黑影撞击。我觉得那些鬼东西不止撞在车上，也撞在我灵魂深处，一下又一下，将我所有的同情心和最后一丝善良撞出体外。呜呜，求你们，我女儿还住在市中心的医院，等着我去给她交医药费。我求求你们了，她才13岁，刚上初一。胖大姐拼命挣扎，却双拳难敌4手。我捂住耳朵蹲下身，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胳膊里。
我真没有怀孕，我不想死，我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求你们放过我吧！哭喊到后来，胖大姐的声音尖利如鬼泣，似乎要刺破我的耳膜。我猛然抬起脸，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车门被人迅速打开，胖大姐被3个男人合力丢出车门，身子甚至还没落地，就被一只古怪的触手迅速卷走。那触手长得肥厚鲜红，上头长满了一排又一排尖锐的倒刺。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良久才反应过来，这条几米长的触手可能是某个怪物的舌头。啊！伴随着一阵凄厉的惨叫声，胖大姐的身影彻底消失，周围寂静一片，仿佛刚才一幕只是我们的错觉。黄毛脸上显露出几分劫后余生的喜悦，他迫不及待坐上驾驶座，伸手握住方向盘，想要驾车逃离。砰！所有人都没想到会这么快又再和胖大姐见面。她从空中坠落，狠狠砸在汽车挡风玻璃上。我仿佛看到一个西瓜从高空被人用力砸下，鲜红的汁水，迸裂的西瓜皮，红红白白碎了一地。汽车前窗宛如下了一场红雨，鲜血顺着碎裂的玻璃淅淅沥沥滴落，有不少滴在黄毛脸上。他伸手抹把脸，两眼一闭，干脆利落地昏死过去。一声尖叫卡在嗓子眼，喉咙又干又紧，像是被人用力扼住一般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原本飘在空中的车子早已缓缓落地。胖大姐的身体像滩烂泥从玻璃上滑落，再次消失在我们眼前。健身男显然胆子比普通人大很多，短暂的惊吓过后，他一把拉开黄毛瘫软的身体。真是个废物！老婆别怕，那孕妇已经下车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有我在，肯定会带你逃出去的。大波浪女人感动地看着健身男。呜呜呜，老公你！砰砰砰，他身侧的车窗被人用力敲响。胖大姐顶着半个碎脑袋，愤怒地敲打窗户。我都说了我不是孕妇，快让我上车，别耽误我去医院。刚刚醒来的黄毛见到这一幕，两眼一翻，再次晕死过去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以往20年看过的所有恐怖片都弱爆了。开门啊！你们快开门！我要上车！混蛋，凭什么不让我上车？胖大姐活灵活现地游走在车外，拍完车门，拍汽车前窗，拍完前窗又绕到一侧，踩在轮胎上试图打开车窗。如果不是他那像没摊好的煎饼似的脑袋，我几乎以为他还活着。全都傻站着干啥？还不把车窗都锁上？极度的恐惧过后，我反而生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勇气。就这样吧，大不了被弄死，不就是个死吗？18年后，老子又是一个窝囊废，怕啥？车上众人都和胖大姐玩起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他走到左，他们便跑到右；他走到车头，大家一窝蜂挤去车尾。健身男所有的勇气似乎都在刚才那一刻用光，此刻成了跑得最快的一个。我只能自己动手，快速去把所有车窗锁上。开门，开门呀！快点开门！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适应环境能力极强。10分钟以后，连黄毛都不再害怕胖大姐，能平静地坐在地上和其他人商量。看样子真是冤枉他了。车子还是不能开，那怪物也没走，孕妇还在我们车上，只有找出孕妇，咱们才能跑。到底谁是孕妇呢？第二个被推出去的是个20出头的大学生，他这次回家是因为哥哥结婚，参加完婚礼就要赶回学校上课，坐着班车是为了明天可以准时参加早八。女孩四肢纤细，小腹却微微隆起，她死死抱着扶手杆，哭得鼻涕都下来了。我真没有怀孕，我刚考上大2，怎么可能怀孕？我只是便秘呀，我1个礼拜没拉屎了，真不是怀孕。
女孩子哭得实在是可怜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表妹，她也在外省上大学。也许她真没怀孕呢。如果推断错误，这又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！我一把按住黄毛的手，试图阻止他们。她可能真没怀孕。滚开！黄毛伸手推开我，立刻有2个男人走出来，将我围在墙角。臭小子，你别多管闲事。就是，不让孕妇上车的是你，现在你又跑出来救人，玩什么良心发现呢？呸！又当又立，老子最他妈看不惯你这种伪君子！我被骂得抬不起头。是，我是伪君子，可我真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，所以我闭上了眼睛。女学生刚被推下车，就被闻风而来的胖大姐抱住，她被胖大姐压在地上，很快尖叫声就变成呜咽声，再过一会没了声音，周围陷入诡异的安静。砰！女孩满身是血，像只壁虎一般跳上汽车前窗，不停用脑袋砸着玻璃。开门啊！你们这些冤枉我的王八蛋！我都说了我不是孕妇。玻璃摇摇欲坠，我的心也跟着狠狠一颤。把所有女人全扔出去，快！不知谁开口叫了一声，男人们的眼神都变了。上车时我大概扫过一眼，车里除我以外一共有14个男人，6个女人。此刻已经扔出去2个，还剩下4个。除了那个大波浪女人和她同伴外，剩下的2个女人应该是亲戚，一起上的车。2人年纪都不小了，看着起码有50岁，头发花白，身材瘦弱，其中一个走路还有点跛脚。俺都48了，咋可能怀孕？俺也46了，俺不是孕妇。老公，老公，呜呜，你别扔我下车，你说话，你疯了吗？你竟敢这么对我！表姐夫，呜呜，我不想死，求你救救我啊！没人在意他们说什么，男人们早已杀红眼。此刻我觉得他们似乎比外头的鬼怪还要令人恐惧。车内彻底陷入混乱，有人趁机撕开大波浪女人的衣服，她惊叫一声，用力捂住雪白的肩头，嗓子早已喊哑。周瑞，周瑞，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老娘？你还是男人吗？健身男咬住唇，犹豫一番后，扭过身朝汽车最后侧走去。他的退让犹如在热火上浇下一桶油。男人们沸腾了，一个个脸上充斥着淫邪的狞笑。老子马上要死了，不能白死。这女人一看就很有钱，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。臭娘们，你不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吗？让你看不起老子。他们疯了。之前为了活命，他们推女人下车，我其实是理解的，毕竟能活着，谁愿意死呢？可是去欺负凌辱一个女人，和活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不能凌辱女人而死。我虽然懦弱、窝囊、胆小、自私，但我想我起码还是一个人。既然是人，就得做人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也像疯了般从车尾跑到车头，一路上打开所有窗户，等跑到车子最前侧时，径直打开车门，同时坐到驾驶座上，一脚踩向油门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车子竟然启动了。我将油门踩到底，一车人都像皮球般朝车后滚去。男人们的叫骂声似乎要掀翻车顶。快抓住那小子！我靠，他疯了，把车门都打开了，窗户也被打开了，快关上啊！几个女人都缩在角落，大波浪女人和她表妹抱在一起，另外那2个大妈也紧紧搂住对方，似乎想从对方身上汲取一些安全感。水，好多水！此刻那些男人都没有再去碰他们，因为车窗外涌进好多好多浑浊的水，水中还夹杂着许多水草。我通过后视镜甚至还看到有2条大草鱼。车门大开，率先被水冲进来的是那个胖大姐。她进车以后立刻朝后车厢扑去，引起一片尖叫声。这片树林我开了那么多次，
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水。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前路上，透过昏黄的灯光，我这才惊觉自己早已驶出那片树林，开进了隧道。而这些水也是进隧道一瞬间突然从车外灌进来的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前方路灯照到的道路明明十分干燥，我甚至能看到路面上偶尔的碎石块。水越涌越多，很快没过我的膝盖。车厢里的人都在拼命扑腾，我看到胖大姐按住黄毛的脑袋，死死把他按在水下。没一会，黄毛的身体就浮起来了。胖大姐索然无味，丢开他，继续去找下一个人。黄毛静静地浮了一会，突然又站起身，从嘴巴里吐出2颗水草。他的模样也在一瞬间发生变化，身体像气球一样快速膨胀，整个人像在水中泡了好几年。要不是那一头黄发，我实在认不出这一坨巨人棺是之前身材瘦弱的黄毛。他晃了晃脑袋，最后将视线对准我，摇摇晃晃朝我走来。我发狠般拼命踩着油门，汽车猛然加速，因为惯性，整车人都跟着水浪朝后涌去。我不敢停下，我怕一停下，他们就像浪花一样朝我拍来，所以我疯狂踩油门，不停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汽车越开越快，水越涌越多，逐渐没过我的腰、胸口还有手臂。黄毛似乎认准了我，正在奋力拨开身边的杂物，努力向我游来。从后视镜里看去，黑漆漆的车厢里似乎只能看到几只漂浮着的包。那些男人和女人还有胖大姐全都失去踪影。他们去了哪里？是不是都沉在水底？不应该啊。此时的水虽然已经没到我脖子，可我毕竟是坐着的。现在情况非常诡异，整辆汽车好似被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球中，水不停灌进公交车，周边的隧道却依旧干燥。我感觉自己的脑袋也被灌满了水，整个人浑浑噩噩，似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干嘛？我最开始明明是想救那几个女人的，可现在他们人呢？全死了吗？咚咚咚，久违的撞击声再次从车顶传来。我回过头一看，差点没给吓尿。车上所有人都像蝙蝠一样倒挂在车厢顶部，双手双脚仿佛长了吸盘，牢牢吸住车顶，只剩下一颗脑袋朝下倒挂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最前侧的正是那个大波浪女人，她的长发披在脑后，乍一看好似团海草成了精。见我看向她，大波浪朝我咧嘴一笑，随即缓缓挪动手脚朝我爬来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在他的带动下，其他人像闻到血腥味的鱼群，动作整齐地爬向我。底下的黄毛似乎怕被他们抢了先，扑腾得更起劲，溅起好大一阵水花。此刻我恨自己身体太好，没有及时晕过去。要是能晕过去就好了，也许醒来后也能变成鬼加入他们，谁也不怕谁。不像现在，我都快吓尿了。哦，不对，我已经尿了，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。水不停上涌，已经快要淹到我嘴巴。拼了！我迅速跳上座位，站起身，狠狠一脚踹向挡风玻璃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玻璃应声而碎，哗啦！我跟着满车的水和人一起被巨大的惯性冲向车外。卧槽！这一摔差点没把我摔成脑震荡。我龇牙咧嘴站起身，顾不得疼，一瘸一拐朝前跑去。不跑不行，追我的东西太多了。胖大姐、黄毛、女学生，一车的男人女人。你别跑啊！我要去医院，你得开车送我去市里啊。对啊，我们要赶飞机，可不能迟到。你站住，小司机，你给我站住！我都快哭了。大姐，你头都成碎煎饼了，还惦记坐车呢。我两腿生风，挥动手臂，恨不得跑出残影。身后那些人似乎腿脚不太好，黄毛更是没走几步就滚在地上。
他们的距离被我越拉越远，身影逐渐消失在漆黑的隧道中。耳旁似乎有风吹过，寂静幽深的隧道中，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扑通扑通。我突然就高兴起来，也是我命不该绝。最开始那些古怪的东西没有追上来，只要甩掉它们，我就可以活命。想到这，我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力气。江流，加油，你可以跑出去的。我记得这隧道并不长，开车只需要几分钟就足够。果然，跑了大概10分钟左右，前侧隐隐出现一点亮光。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这么能跑，大腿肌肉酸痛的似乎要炸开，心脏似乎要跳出胸口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跑出这隧道，我就安全了。我记得过了隧道是一大片农田，田里长着比人还高的玉米，到时候往玉米地一钻，那些鬼肯定找不到我。10米、9米、8米，我就像奥运会上的运动员，全靠一口气撑着，准备做最后的冲刺。3米、2米、1米，我出来了。砰！一道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，彻底封住我的去路。因为惯性，我没停住脚步，反而将自己整个人砸进他的怀中。我感觉自己似乎掉进了粪坑，怪物身上黏腻湿滑，还伴随着一股恶臭，让我恨不能把鼻子割掉。哦！我挣扎着从怪物身上下来，手脚并用朝后退去。此时天上虽没有月亮，整个天空却透着一股奇异的黄色，能让我勉强看清怪物的样子。这怪物身躯庞大，身体有点像油盐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怪手。最离谱的是，他的脑袋上竟然长着我的脸。不，他的头就是我的头，连那刺猬般的板寸头都和我一模一样。我人都傻了，怔怔地看着他蛇尾一样的怪手，竟然还有功夫思考。我记得车上看的掌印不长这个样子，那是不是说明还有其他的怪物？咻咻咻咻！随着几声破空声，无数个黑漆漆的足球向我飞来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我眯着眼睛仔细看去，哦，放心啦，是那些掌印奇怪的东西，它们有点像是长着一对翅膀的河豚，那奇怪的手掌就是它们的翅膀，中间的身体则是只巨大的眼球，上头的红血丝好像熬了800年夜。咻！一颗直径有3米的巨大的眼球缓缓坠落，停在我身前。眼球从中间裂开，伸出一条熟悉的舌头。那舌头抽开我身边2颗小眼球后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手脚酸软，生不出半点力气。算了，都要死了，我得死得体面一些。我想了想，朝大眼球挤出个笑容。挺讲究哈，人齐了才开饭。你们动手吧，记得给我吃干净点。呜呜呜呜呜！说到最后，没忍住哭出了声。我不想死啊！要是现在有人能救我，我愿意认他当我爸。率先动手的是大眼球，他的眼球像荷花花瓣一样裂开，那条粗大肥厚的红舌头朝我飞速射来。我不由得心生绝望。轰隆隆！一阵雷光照亮整个山间，有个长相极为漂亮灵动的女孩，手捏黄符从天而降。雷霆号令，赤照众灵，上通无极，下彻幽冥，随无福命，速震雷声，急急如律令。我瞪大眼睛，张着嘴巴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还没完，一个扎着蝎子辫更加明艳漂亮的女孩紧随其后，赤明开图，炎光幻鹤，丹灵耀芒，诸火流液，火得真君，威震8极。随着他清冷的咒语声，一团又一团火球在空中炸开。我激动坏了，一拍手掌站起身。美少女战士！呜呜！美少女战士来救我了！刚才还很嚣张的怪物被这雷火一顿劈，扭头就跑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会发雷光的美少女赶跑怪物后，
皱着眉走到我身前，然后一巴掌拍在我头顶。美少女你个头！老娘是正宗茅山道士，你就是江家那个没用的小子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代不如一代呀！美少女战士叫陆灵珠，旁边发火球的美女是她徒弟宋菲菲。陆灵珠是我爸叫来帮我的，没想到我爸一个擦屁股都舍不得用3张纸的人，竟然认识这样牛逼的人物。我靠，你那车人呢？你就是这么开往生车的？真是被你气死！陆灵珠来不及和我多说，就掉头朝隧道内跑去。等等我啊！我可不敢一个人在这鬼地方待着，立刻使出吃奶的劲，紧紧跟在他们身后。等见到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，陆灵珠才松口气。菲菲，把那些客人都请上车。宋菲菲点头，从细腰上解下条鞭子，狠狠一鞭抽在离他最近的黄毛身上。滚上车，不然死！动作行云流水，看得我一愣又一愣的。刚才还张牙舞爪的那车鬼，此刻一个个比孙子还乖觉。陆灵珠悠闲地看着宋菲菲赶人，甚至有空从兜里掏出包牛肉干。大半夜的，可累死我了。看啥？你也想来点？那可不行，我就剩这一包牛肉干了。我看着他那快要从兜里满出来的牛肉干，默默扭过头。不用了，我不饿。5分钟后，一行人再次回到车上，而原本碎裂的前窗玻璃再次变得完好无损。我跟着陆灵珠坐上车，感觉之前的一切好像都是自己的幻觉。乘客们安静又乖巧地坐在位置上，还主动系上安全带。陆灵珠双手抱胸，在车厢内看了一圈，随后朝大波浪女人招手：“你过来，你上错车了，知道吗？”大波浪女人有些茫然：“上错车？”陆灵珠点点头：“你怀孕了，自己不知道吗？”听到怀孕2字，大波浪女人脸色一变。啊！她捂着头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剧烈抖动，脑袋突然朝右折下90度。陆灵珠一巴掌把她头拍正：“叫啥叫？行了，知道你惨。宋菲菲会带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”宋菲菲果然带着大波浪女人下车走了。走了。就在这个漆黑幽深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内走了。陆灵珠看了眼手机，大惊失色：“卧槽，都快1点钟了，快，要赶不上时间了。”陆灵珠说：“我家世代都是开往生车的。”何谓往生车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载着一车7天内死的人去地府报到。每天死的人太多，鬼差很忙，来不及挨个引路，所以有些亡魂就需要自己坐车前往地府。也就是说，车里除了我以外全是死人。而不让孕妇上车，是因为孕妇一尸2命，煞气极重，和其他普通鬼坐一辆车，容易激起那些鬼的凶煞之气。孕妇和一些死法特别惨、怨气特别大的鬼要坐特殊班车。我们车上贴的那个横幅其实是给孕妇看的。我有点想哭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我爸竟然什么都不告诉我，让我和一车鬼过一晚上，他怎么想的？我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？那些怪物是咋回事？陆灵珠继续啃牛肉干。哦，那都是被孕妇引来的，大脑袋那个是食鹰兽，最喜吞食婴灵。孕妇坐的往生车上有阵法，可以屏蔽婴灵气息。你这车没有。我扭头看了眼身后安静的乘客们，背上竖起一阵又一阵鸡皮疙瘩。灵珠大师，可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变成鬼了。陆灵珠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们没过头七，当然不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江家人？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爸心疼我胆小，担心我害怕，所以才什么都没告诉我。我突然想起高中时的一件事。我看电视新闻说有辆公交车出事，带着一车乘客冲进河里。
那辆车的车牌号尾号就是164。没隔几天，我家就换了车，换的车和新闻上那辆公交车一模一样。我问我爸，还被他打一顿，说我晦气，竟说些不吉利的话。我真是比窦娥还冤。准时把车开进公交站台后，陆灵珠带着我走过一个通道。我突然发现自己就站在我们市殡仪馆的停车场上，身边正停着那辆公交车。陆灵珠拍了拍我肩膀：“你爸老了，很快就得你接班。江柳，你这么胆小可不行。”我快疯了，凭什么我接班？神经病啊！我为什么要每天去接死人？这活狗都不干。陆灵珠有些诧异：“你爸没告诉你吗？开一晚车8800，工资日结8800，一天8800，一个月26万，一年300多万。”我朝陆灵珠挤出个大大的笑脸：“灵珠大师，你说的对，我爸老了，这活我不干谁干？”陆灵珠似笑非笑看我一眼，刚想说话，被一个电话打断。“什么？又是拜月会那傻逼？好好，给我等着，老子早晚炸了他们！”他骂骂咧咧转身朝外跑去，随着一声油门轰鸣，一辆大 G 一个急刹车停在路边。陆灵珠跳上车，朝我潇洒一挥手：“江家小子，回见！”坐在驾驶座的宋菲菲朝我淡淡一瞥，开着车火箭般窜出。这俩姑娘可真飒。我看着消失的大 G， 突然又开心起来。区大 G， 半年工资而已，拿下！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一位优秀的往生车司机了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